嗨，大家好，我是沙森。那今天我们要去探寻的是一座冷门但是又非常古老的寺庙，甚至有人说这一座寺庙呢，早已经变成了荒废的古刹。你看，曾经我们有去探寻过蛮多这种类型的寺庙了。那这一座寺庙，它又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关于这座寺庙好像说是至今呢，都仍然在它的里面隐藏着某种宝贝。而且曾经还发生过一些奇怪的事情。你看，当年香火旺盛的寺庙，却在夜晚的时候呢，常常能听到那种僧人诵经的声音。那这个寺庙有僧人诵经，不是很正常吗？关键这是在夜晚，而且推开那个门以后却发现里面呢空无一人，这就蛮奇怪的了。而且好像在它的后山还常常能看到那种身着古装的僧人的影子。这听上去真是蛮有趣的，也不知道是真是假。那这一座寺庙它又隐藏着什么秘密呢？今天我们的故事就要从这里开始。走了很长的时间像刚刚大家看到的，这沿途上来全都是这种小路，两边都是植被，我有些时候都不知道能不能开上来了。还好是刚刚开到这里顶上还有一块小空地，还有这里就是最多也就是5-6个平米左右的一个空间吧。我就把车停在这里了，总算是找到这个寺庙了。它应该就在这个上面。如果这里没有这样的一个空地的话，我估计我们今天就只有全部倒下去了，太危险了。你看这里，寺庙就隐藏在这个山的最顶上。前面已经谋不了。对，周围是一些坟地。你再往前面走的话，就这样的路了。这车哪里开得上去呢？没想到这个寺庙竟然会修建在这样的地方。你看这古老的山门看上去真是有一些年代了哟。不过它和以往的山门还不太一样，因为它是平的。进门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石匾，黑色的，上面刻上了“一门家风”。那这个一门家风应该表现了中国古代传统的那种家族的这种风俗习惯吧，也就是要以孝呢为本。下面还有一个石碑，上面刻上了“从华远音”，这应该是家族的一个世代的牌位吧，陈氏字辈排列，有一些历史了。门是锁上的。但是你看里面有很多的一些造像，像道家的一些神仙一样。不过这里没法进去。你看这木窗，都已经弯曲了。这边就可以进入这个寺庙了。哇，你看这些建筑全部都已经坍塌了，是木质的建筑。看这里有一个桌子，而这个木门它的上面过去看上去还有这个对联，写的是什么？好像是百花开大什么，那边都看不清楚了。房屋里面特别的黑，地上有很多的木条，一副破败的景象这一面就是刚才坍塌的那个房屋。
下面还有一些坛子。这过去的柜子，这种形状的。这里面还有什么贵州茅台，是一个袋子。这座寺庙啊，它的规模真是蛮大的。据说它修建于唐代的贞观年间，距今都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看着确实有一些古老了。是，你看这些木板、木墙，非常有年代感。很多的墙头草啊，都已经长出来了。这和我们以往看到的那种香火旺盛的寺庙，是不是差别还蛮大的？锁上的，没法进去。看上去里面好像比较的空，都是一些农作的工具吧。有人吗？不行，是锁上的。里面有一张木床，这里面有一个红色的箱子，中间被这个塑料纸挡住了。门都是锁上的，你看这门特别的高。哇哦！你看这里，这里面有好多老人的照片，应该都是清代或者说是民国时期的，因为都不是相片了，好多都是用的素描画的。而中间的那个牌位啊，我感觉应该是供奉的是自己的祖先吧，看上去也是比较的破败了。那底下。这边有一些坍塌的建筑，去看一下。全是杂草。是。那些怪声会不会就是从这里面传出来的呢？不知道，不过相传啊，就是在深夜的时候，能在这寺庙里面听到有僧人啊诵经的声音。但是走近了以后呢，推开门一看啊，里面空荡荡的，根本就没有人。所以也不知道这声音是哪里传出来的。晚上到这里来，还确实蛮恐怖的。有一点阴森吧？你看，像这里，全都已经是杂草林了。不过这并不是今天我们要寻找的重点。我们其实要寻找的啊，是这个寺庙里面的宝贝。你知道那个宝贝是什么吗？就是这些佛像吧？不是佛像，好像是修建于唐代的摩崖造像。应该是在寺庙旁边的一个山壁上面，我们先得找一找，因为这一个地方啊，确实有点不太好走了，全都是杂草林。但你看这个门啊，现在是有一边呢，好像是断了，我过去看一下。哇，有点窄啊！你这里面上面都已经坍塌了，哎，你也进来了？太快了！这就是以前的寺庙的某一个房间。你看它这个墙啊，全部是这种大青石，那上面就是这种泥土、泥巴这种修建的，所以还算是比较的结实。即便这个上面的瓦屋坍塌了，但这个墙体依然还是保存着的。这边好像可以进去，走，我们去看一下。这一面也同样都是坍塌了，你这上面。不过房间里面啊，特别的黑。
嘿，有人吗？地上的石木，哇！这面的这个瓦屋啊，还保存的比较好。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卫生间吗？不太像，你看是个杂物间。你这桌上有很多的香，地上也有。过去在这里应该是供奉的某一位神仙吧？什么水果茶食宝，好像应该是中间的天地君亲师位，道家的。现在供奉的东西都已经没有了。很多的木材，以前烧火就要全部靠他们。嘿，有人吗？我们进来了。哇哦！里面是一张床，这边还有很多衣服。哇，这里还有习武之人，什么中华传奇，嘿，那这边还有一些像是以前的古装，穿着古装拍照的，又像是某一个明星，这不知道是不是《红楼梦》。这海报的时间是1998年，这里还有1991年的。都是当时时尚的美女哦，嘿，这个床，这边还有一些海报，好像到处都是蜘蛛网。蜘蛛网啊，好。嘿，哦，这边是一个伙房，上面可以放2口锅，吊的是什么？这一面好像就出去了，周围是一片茂密的竹林。以前我们也都说过，有竹林的地方呢，就会有寺庙。果然没错。那地上的这个石头啊，这旁边的石墙倒落下来的。我们从这一面再过去看一下，注意哦，上面的这个瓦片正在掉落。哦，这一面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寺庙的另外一端，这被堵住的。那从这里跳过去吧，我先过去啊。来，是，你看一下你，你拿一下，慢点。门都是锁上的。我想在过去啊，这个寺庙它也应该分为了大殿和偏殿吧，而这一面应该都是它的偏殿呢。这里面都是厨房的一些用品，门都是锁上的。哇，这里面有好多的纸钱啊，全部都堆在一个木床上面，感觉都堆成了一座山了。
哦，这些就是刚才进门的时候啊，看到那个山门里面的一些泥树了。不过这些泥树全部都是后来啊修建的，因为他们做工啊，包括这线条还是比较粗糙的。这里面还有很多，稍微等一会儿。我感觉好像供奉的都是一些道家的神仙吧，降生天尊，这边是灵宝天尊。有一些看不清楚了，这是城隍主宰。这里还有你看以前村民啊供奉的一些面包。这刚刚看到的，锁上的，这是放那个箱子的地方。那个风扇，挺有年代感的啊。再去那边看一下，看一下那个主殿。你这里啊，还有一条小道，是不是看上去还蛮有意思的？啊，庭院。还有碗，那边是什么？里面有桌子，好多的。桌子，看一下。哦，好多的八仙桌，后面还有一排佛像。这应该就是过去啊吃斋饭的地方吧？那个主持啊一叫开饭了，大家呢全部都聚在这里面啊吃饭吧。看上去真是蛮有年代感的。两边还有一些功德碑，不过看上去这个时间啊应该是比较的久远了，因为很多的纸啊都已经泛黄掉落了。这就是主殿了，你看，随处都能看到很多的功德碑，说明在过去啊，有不少人呢都过来捐赠过，或者说是帮助过这个寺庙吧。这里还有一口看上去是挺古老的铁钟，里面就是释迦牟尼还有观音。看上去啊，被这个玻璃柜保存的还是比较的完好吧。不过你看这个电风扇啊，真是锈迹斑斑了。两边呢有很多的一些佛像，佛祖围着释迦牟尼还有观音。看这一面也是，在底下。现在这个木门啊是锁着的。好，这寺庙啊就是这样了。那我们现在就得找一下这个寺庙的宝贝，看在什么地方。那我们先在周围啊，只能先探索一下。那我们待会儿见。这是我们来的方向。刚才过来的时候看到这里啊，还有一条路，不知道是不是通向那边啊？过去看一下。哎，好像不是哎。你看，这是那个坍塌的房子，这里好像是一个厕所吧？哎呀，没错，这是一个厕所，不是这边走。要不走一下刚才那个杂草林的小路。来，我来带路。刚才那个坍塌的房屋啊，我看到好像左边还有一条小路，但我也不确定是不是从那条路走啊。
就这边。没有进来了。哎，刚才我们是从这里进去的，然后现在这里看上去啊，好像是还有一条路啊。哇，杂草林啊，旁边还有一条水沟。你这底下的臭水沟，非常的臭。看来这里啊有很长时间没有人来了。哇，走起来啊，真是有一点难受。你看这里还有石板梯，林间茂密的小道啊，在穿梭。哇，这里没路了，是这一面吗？因为我们是要走到一个悬崖的边上，所以那个摩亚石刻啊，它就建在那个边上的。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条路啊，你看上去错综复杂，而且道路又被遮蔽住的。这条路走起来啊，还是蛮辛苦的，因为天气很炎热，而且周围啊有杂草林，到处都是分叉。你看这里又是一个分叉路，它到底是往上还是往下呢？这个石板路看上去好像好走一点，那我们从下面走吧。哇，这条路看上去啊，好像还不错。但这岩石上面我好像并没有看到什么雕凿哎，说明并不是在这一面。周围有很多的岩石，看来我们应该是方向走对了。哇哦！这里又有一些金灿灿的佛像，太上老君、哪吒，嘿，看来应该越来越近了。这里面又有一些，这是药王，这是谁？王田华。王田华是谁？看着好像不太像是一个佛像，有点像是穿着，你看这是不是一套军服啊？对，军官的样子。可能是当地过去的某一位拯救过当地啊，或者说是救助过当地的军官吧。这是龙王，王田华在中间的。
在这个半山腰之间啊，又有一座比较破败的小庙，再有水池，比较脏了，两口灶台。那底下的风景啊，是不是还蛮漂亮的？哦，没想到啊，在这里面竟然还有这么神奇的一些景观。虽然这些啊都是后来修建的一些泥塑吧，不过从这个岩壁的上面啊，一直修建到下面这里，看上去还是挺有那种视觉的冲击的。中间这就是非常大的那个紫竹观音，旁边呢应该是各路的一些神仙吧，他们就金灿灿的，是不是还蛮有造型感的？你说的这些宝贝，不会就是这些小金人吧？小金人，这比喻还蛮独特的。你看这个美国啊，有奥斯卡小金人，而这川东呢，同样也有这种川东啊小金佛吧，全部都在石壁的旁边。不过这并不是我们要去寻找的那个宝贝，如果这么容易就找到，那就不是唐代的建造了，它应该就在前面了。走，我们再去看一下。你看这些造像，特别的多。哎，走了半天啊，我们又回到紫竹观音的下面了。刚才啊，沿着这一条小路一直往上面走，走到半山腰的时候，我发现，哎，怎么还没发现我们的那个宝贝？然后回头一看，哦，原来发现啊，我们要找的那个唐代的摩崖造像就在这个紫竹观音的上面。然后我们又急匆匆的下来，然后回到这里啊，稍微歇息一会儿。你看，从外观来看啊，这个唐代的摩崖造像其实大大小小的规模啊，参差不一啊，但是还蛮厉害的。因为它都是在这些悬崖绝壁上面雕刻的，而且当时又没有这些脚手架，那是怎么修建的呢？没有脚手架，确实啊，这在当年啊，不仅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气，还需要有精湛的技术吧。你从这些绝壁上面啊，都能看到一个个的这种凿洞，所以当年应该是搭的木架呀，这样爬上去呢，进行慢慢的修建雕刻的吧。那根据官方的说法啊，这里有几十啊上百个佛龛呢，不过大多都已经风化呀，或者说是被破坏了吧。但目前保存较为完好的佛龛仍然啊有15龛，像释迦牟尼啊、罗汉之类的，每一组应该都是一个小小的故事吧，记载了那些人啊当年的生活呀与一些文化吧。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近距离去参观，也没法爬上去，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用空拍机啊飞近以后来欣赏一下当年的这些杰作吧。你看，就在这个绝壁的四周啊，雕刻的这些立体的佛龛，的确还是蛮精致的。而在这一面的那个石板上面啊，好像还记有天宝10年的经文哟，而大约就是在公元751年呢，这应该算是在盛唐时期的作品了。不过随着这一个作品的完成啊，也应该标志着盛唐开始慢慢走向衰落了。因为在755年的时候啊，也就是在天宝10年的4年过后，当时发生了我们大家都熟知的那一场安史之乱，也就是那一场动乱啊，也就导致了大唐盛世呢，慢慢的走向了一个衰落吧。不过如今啊，站在这个底下看着这1000年的摩崖造像啊，想想刚刚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个落魄的寺庙，在当年啊，那一定是何等的恢宏，那得有多少的香客来到这里，才能创造出这么精美的这种石像，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些摩崖造像呢？那现在如今变成这样，那到底有没有鬼啊？有没有鬼啊？我会想到这样的问题，有没有鬼我其实不知道啊，但是就是因为如今的落魄，才会让我们有无限的遐想吧。好吧，那这里啊也就是这样了，今天还算是没有白来了吧，至少是看到了大唐的一些摩崖石刻，也看到了那个废弃的古庙吧。那这里呢也就是这样了，那我是阿生，我是小思，那我们的旅行啊又将继续，那我们下期再见，走了。